丰臣秀吉似乎是一个热衷于写作和文书工作的人，他留下了大量的公司文件。多亏了这一点，他也留下了许多写给正室琳琳的信。可能丰臣秀吉也是在名气比较大的战国武将中，给妻子写信数量最多的。今天的战国社畜系列，就让我们通过这些书信，看看大名夫人们都要为家族做些什么。这里是巫女花散里，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关注哦。北近江的长滨城是丰臣秀吉首次成为真正城主的地方，可以说是他作为战国大名的起点，也是体验治理困难的地方。织田信长让他治理旧前景领土江北3郡。丰臣秀吉文章集记录了天正2年10月22日秀吉的书信说，为了城下町的复兴，我免除了城下町的年贡和各种义务，但是领国的农民们就开始抗议，他们还要交年贡，都往城下町逃，这我不能不管。正在考虑对城下町正常收取年贡和各种义务，但是琳琳跟我说，可能还是应该停止对城下町的年贡征收，所以我决定按照他的说法维持了现状。我已经详细阅读了关于城下町年贡的信件，也就是说，琳琳当时明确地向秀吉提出了对领国治理政策的意见，但是从后来的趋势来看，可能是秀吉主动咨询他的意见。丰臣秀吉文章集的整理者在此批注道，这是战国时代武士正气的工作。同样是丰臣秀吉文章集中，也有整理九州平定时期秀吉给琳琳写的一封信，其内容大概是：我这边一切都好，我已经嘱咐人们要好好的注意家中安全，你可以放心。4月8日我收到了你的信，然后在9日时，我位于萨摩内川的太平寺读信，很高兴知道你一切都好。第一，住址已经一口气平定，我已经来到了距离岛津所在的鹿儿岛5到6里的地方。接下来我打算骑马过去，要砍掉岛津公的头，但是如果他剃光头投降，那也不是不能留他一命。2到3天之内我会去鹿儿岛处理战后事务，然后在24到25日回到博多，到时候我会去那边专门给唐人和南蛮人服务的船屋，在那里筑城并派军队驻守。第二，我打算派军队去朝鲜的高丽国制裁他们，在此期间我会在博多停留。第三，对马、伊岐的岛屿的武将们也都无一例外的来恭顺出仕。第四，我已经严令岛津带领他的武将一族上洛，预计在7月初我会骑马凯旋回来，你可以放心。就是这样，本质上是丰臣秀吉详细的给琳琳汇报，这也印证了我在战国时期的爱情视频中提到的通航许可文件可以证明，丰臣政权在运行上曾经是九州的丰臣秀吉、大阪的琳琳和京都的丰臣秀次3头体系。再后来，小田原征伐时期则有这样的书信，敌人早早就开始拢城防御了，所以没有什么危险，这点你可以放心。虽然我很想念少主，但是为了将来以及天下的和平，我不得不压抑个人情感。我最近在接受针灸治疗，努力养生，身体方面也请不用担心。我已经告诉了大家，让大名们把他们的妻子也叫来小田原城好好看看。我已经指示准备进行长期围攻，所以我想把电电也叫来，拜托你转告查查做好过来的准备。电击应该也会尽量顺从我吧，但是他要是能没有压力的过来就更好了，请也告诉他这一点。我这边也会派人过去，虽然我已经上了年纪，但是我打算今年之内还是去看看你，也去看看母亲和少主，这点请放心。你一次次派来的援军我都有收到，非常高兴。我已经在小田原城外2、3町距离的区域设下了包围网，建立了双重的壕沟和栅栏，不会让任何一个敌人逃出去。小田原城中已经聚集了关东8州的军队，只要通过围攻把小田原城困到无法补给，那么到欧洲的所有地方都将成为无主之地，这就已经是足够让人满意的战果了。这可是全日本1/3的广阔领土，即使这次战斗要花费一些时间，也是为了将来，也是为了更好的世道，我必须战斗。我会在这次战斗中拼尽全力，要进行长期的围攻，用兵粮和金钱取得胜利，然后赢得伟名。我想我会凯旋归来，我希望你把我的这些想法也转告大家。这篇文书的内容大致如此，主要是向琳琳传达大体的作战情况和计划。令人惊讶的是，秀吉甚至要求琳琳安排电击到小田原城来安慰他在军中的寂寞，侧面能看出大名夫人和侧室之间的关系，还挺有趣。再然后，秀吉出兵朝鲜期间，泰阁书信中整理了一封这样的信件，就给小孩取名叫 Hiroi 吧。我这边会8月25号出发，然后立刻去你那里见你，有很多话想跟你说。松浦战旗手正在快速反应，我很满意。我要向松浦战旗手表达谢意，因为他立刻联系了我。我之所以要给孩子取名 Hiroi， 是想要即使地位比他低的人，也应该称呼他为 Hiroi。
而不是在名字的前面添加尊敬的“阿”字。我即将凯旋归来，望安心，这真是一件喜事。这封信看出秀吉当然认为丰臣秀赖是自己的儿子，默认玲玲也把秀赖这个侧室所生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其实当时这种事特别常见，不论是正室还是侧室所生，只要是男孩，就会被当作家族的继承人之一，然后告诉他们自己的母亲不是生母，而是大名的正室。聪后守护就是当时的一个词语，是指武家的正室在丈夫出征的情况下会接过一切事务，这可以从秀吉的信中看出。然而，战国时代的女性在后来的时代小说、电影、电视剧中，往往被描绘成了全职主妇的形象，这是江户时代强推儒学的谎言。大名夫人们在领国经营上其实是相当活跃的。现在的电视和电影中，我们偶尔也能看到一部分女性穿着战斗装备，一般会成为一个比较有表现力的镜头，但其实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总之，在战国时代，由于战斗频繁，正室需要经常与丈夫联系，并且在丈夫不在的时候继续治理，这些都是他们的正常工作。现在的各种文献考古虽然可以指向这个结论，但有趣的是，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保留下来的大名和夫人之间的书信来往，尤其是夫人写给大名的信件，也不知道问题是出在了哪里。以前一些历史学家主张秀吉是一个怕老婆的人，因为他给玲玲写的信很多都像是在给上司做汇报，但从玲玲一直支持他来看，可能还是维持信赖的工作行为吧。而且从秀吉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众所平稳地处理包括军务在内的各种事务，不愧是被称为战国三夫人之一的优秀女性。丰臣秀吉在庆长3年8月18日去世，到关原之战时，北政所的亲生父母和养母也已经去世，并且由于他没有亲生子嗣，所以变得非常孤独。除了亲戚之外，他没有其他人可以保护和依靠。起初并不太追求权力的玲玲，因为与丰臣秀吉的爱妾茶茶感情不睦，一直在考虑离开大阪城。然而在丰臣秀吉的盟友丰臣家的继承人秀赖的导师前田利家的劝阻之下，玲玲最终选择留在大阪城的西之丸。然而到了次年3月，前田利家病没，丰臣家的武功派大名如加藤清正等人与力疗派的奉行如石田三成等人的矛盾迅速浮现。石田三成在德川家康的裁决下被罢免，被迫在自己的领地佐和山城隐居，情势一度平息。进入4月，丰臣秀吉的神庙丰国社完工。4月18日，正谦宫仪式举行，大名们开始进行社参。玲玲在4月25日与亲戚一同参加社参。此事之后，玲玲不再有其他期待，决定离开大阪城。她在京都新城高台院山本木宅设置了住所，7月开始临时居住于此。9月26日，正式宣布从大阪西之丸搬到京都高台院，开始了为丰臣秀吉祈祷的出家生活。另一方面，德川家康在3月的政变中，将丰臣家的力疗派首领石田三成从政权的中心驱逐。家康从福建城多次前往京都拜访玲玲，积极交涉。其实家康在玲玲离开大阪城2天之后的9月28日，就以秀赖后见人的身份进入了大阪城西之丸，实质上掌握了丰臣政权的实权。在德川家康和玲玲之间进行的交涉中，具体谈了什么，没有明确的证据留下，但是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两人进行了决定日本历史走向的对话。这段时间之后，德川家康的行动变得异常迅速，家康可能获得了玲玲的某种承诺，二人达成了某种妥协或者交易。而且太多人怀疑丰臣秀赖是否真是秀吉的亲生子，丰臣家开始分裂，丰臣恩固的武将们纷纷来到丰臣秀吉的妻子，实际上等同于养母的玲玲之下。然后1年后的庆长5年4月18日，在京都阿弥陀峰的丰国神社举行立大祭，参加社参的德川家康开始行动，目标是清除反对德川派的大名。德川家康指控同为5大佬之一的上杉景胜筑城，借此讨伐上杉，并向各大名下达出征命令，直接一波梭哈，另立丰臣系统之外的旗帜。而这次丰臣家武功派大名们竟然基本都支持家康，不如说这些人才是家康军的主力。而且关原之战中，小早川秀秋参与攻击家康方的福建城，遭到北政所训斥。之后，小早川秀秋临阵倒戈，西军的石田三成大败，德川家康成功夺取了政权。因此，无论他的本意如何，北政所在关原之战中支持德川家应该是真实的。石田三成可能是误判了北政所的真实意图，或者低估了他的影响力。丰臣秀吉去世才过去2年，对于秀吉的旧部来说，可能玲玲的命令就是秀吉的命令。丰臣秀吉和玲玲可以说是在战国时代典型的夫唱妇随的模范夫妻。秀吉非常重视玲玲，他们的关系相当理想，
这可能是因为丰臣秀吉并非武将出身，这让他有了与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等政治联姻的战国武将完全不同的对婚姻的认知。不过秀吉和玲玲并没有亲生子女，而秀吉出人意料的出人头地，身边也多了很多其他的女性，这使得玲玲的正式角色发生了改变。成功从主家织田家中夺取了政权的丰臣秀吉，又迎娶了有织田一族血脉的茶茶为侧室。在家庭层面上，对于秀吉夫妇来说，茶茶更接近于一个战利品，包括前景三姐妹都是。只是他们决定让茶茶生下了秀吉的孩子。可能是没有子嗣的秀吉非常希望茶茶生下孩子，玲玲同意了他的要求。关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鹤松夭折之后，秀吉在出生朝鲜期间驻守在九州的名护屋，电击在这个时候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秀赖。然后发生的事情揭示了这个秘密。以前在丰臣秀赖生父的各种假说的视频中提到了这个假说，大家都说不可能，但是我也说过很多次，所有的正经假说都有支撑和反对它的史料。正好在这里补充介种生秀赖说法的起源。日本史中有记录，在名护屋驻守期间，关白发现了阴阳师们从大阪城的女性们那里拿走了10根金条，大怒之下召唤来阴阳师们问话。由于发现了大阪城的女性们有许多不正当的行为，因此关白下令处死了众多男女，并且警告道，僧侣们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与女性们无耻淫乱，我要派遣这些僧侣去朝鲜战场。石庆吉也记录，出征武将们留在大阪城的女眷们花钱找唱文师私通，唱文师们因此赚了不少钱而被治罪。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就是文禄2年10月19日的申文师放逐令。各种书信显示，当时大阪城内风声鹤唳，北政所下令说大阪城内风气太差，需要大规模整顿，设立了严厉的处罚，受牵连处决了很多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非常敏感，正好是茶茶生下丰臣秀赖的时候。大日本文书中的前田玄乙文书也记录了当时发给毛利家的命令原文，是说向各国领主传达太阁大人的命令，请将全日本的阴阳师都集中到京都，请确保领内没有一个家庭被留下，特使将很快到来，他们最后将被命令住在丰后国，此事重大，切勿掉以轻心，敬上。后面有石田三成、田野长吉的花押和羽柴吉川不辽团的签字，结合起来看，当时大阪城戒严应该确有其事。这些事便是丰臣秀吉和玲玲命令茶茶借种生秀赖假说的起源。更重要的是，茶茶的前一个儿子鹤松，现在一般认为就是借种生的。当然，借种生秀赖只是相当小众的说法，真正势力大的假说还是大野智长说和亲生说，证据链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详细可以回看以前的视频。总之，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像是让侧室借种给大明生下继承人，以及后续的善后工作这些脏事，有时也是大明夫人的职责范围。丰臣秀赖出生后，茶茶在丰臣家中的地位开始提升，这点可以从秀吉给茶茶的信件数量的增加中看出来。秀吉不再通过玲玲给茶茶传话，而是直接给茶茶写信，但是内容上都是生活琐事和嘘寒问暖，这些家业相关的联系还是继续和玲玲商量。由于少主的母亲是晋江前景氏的公主，因此石田三成等出生于晋江的官僚就开始聚集在殿基的周围。另一方面，出身尾张的武功派大名们则多是北政所玲玲的养子，自然就形成了两个争夺秀吉死后主导权的派系，这成为了被德川家康利用的原因。当然，结果我们是知道的。家康等到加藤清正等武功派的大名们问题也解决了之后，才突然发动了方广寺忠明事件。家康和玲玲约定的保留丰臣遗族、保留丰国神社、保留年号等，大阪之战后家康是一个都没有遵守。玲玲是丰臣秀吉的糟糠之妻，一直陪伴他直到最后。在庆长3年秀吉去世之后，他不仅尽全力的保护秀吉衣钵，还尝试保护秀吉和他的眷属们，是战国时期有能女性的代表之一。作为大明夫人的代表，玲玲被认为是深度参与到了丈夫的政治活动，对秀吉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准确的建议，并协助实施。关于他们两人的相遇，对于出生于河原者的丰臣秀吉，玲玲是织田信长的步兵头领前野右右卫门的养女，是武士的女儿。一般认为是玲玲去她的母亲朝日在青州的连雀商人家中玩耍的时候，一直对玲玲有意的秀吉强行提议了婚事。关于这次婚事，朝日因为秀吉出身卑微而坚决反对，并且之后无论秀吉变得多么的出人头地，他一生都鄙视秀吉。撇开他们的相遇不谈，之后的秀吉还是尊重玲玲，在政策面上很多的听取她作为武门之妻的意见，
经常热情地表演对玲玲的感情。这一点和信长或者家康确实不一样。出身不够好的大成就者好像都会这样，比如拿破仑也是，对吧？秀吉和玲玲没有亲生子，但是他们收养了很多亲戚家的孩子，也形成了大家族。但是查查生下年幼继承人，却成了秀吉和玲玲的丰臣家体系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去世之后，玲玲以一种女性宰相的身份，继续支撑着摇摆不定的丰臣家。但是没有出现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能取代她的丈夫丰臣秀吉，包括她自己和查查。而假意接近她的德川家康巧妙地夺取了政权。如果玲玲和电击能够合作，德川家康的江户时代可能不会来临。如果那样，现在的日本首都可能不是东京，而是大阪，标准日本语可能也是关西方言了。总之，这些就是日本战国时期大名夫人在战俘各个阶段的任务。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